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是的，今天舅舅来分享个香芋层糕，成品层层分明，特别漂亮，做法简易，食材容易找，大家跟着舅舅做法，一次就能成功。这个好吃。芋头150克，去皮后切成薄片，放入蒸锅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熄火，取出芋头，捣碎。哇，很香。是的，又是秋季了，这时候的芋头最香了，尤其是这外形圆滚滚的槟榔香芋，香味更浓郁。喜欢芋头的朋友就别错过了。好了，捣成这样颗粒状就好，不需要捣成泥，搁置一旁备用。锅子里倒入约1公升清水，再加入2片斑斓叶，盖好，中火煮开。料理盆内倒入165克木薯粉，165克沙谷粉，也有人称西米粉，65克粘米粉，加点粘米粉，口感上才不会过于 Q 弹。120克细砂糖，这只是微甜，不建议再减糖量。接着再加入半小匙盐，加点盐，比较解腻。将备好的粉料拌一拌匀，然后再加入这加乐牌子浓椰奶1包，这是200毫升包装。那如果比较喜欢用新鲜现挤椰奶，那也可以。若改用新鲜椰奶的话，成品油分就比较高，表面就油亮的，感觉也不错。这时候锅里头的水也沸腾了，倒出800毫升，800毫升或800克是等量的，都一样。是的。将这热斑斓水直接冲入备好的粉料内，边加入边拌匀，将这热水全部倒入。用的都是淀粉类，很容易拌匀。将拌匀后的粉浆过筛，完成后的粉浆共重1428克，除以5份，每份285克。舅舅只勺出3份，作为白色层部分。取1大匙紫薯粉，加点热水拌开。没有紫薯粉的朋友，可用20克紫色番薯与芋头一起蒸熟，效果是一样的。再不介意朋友，就直接加点紫色素也行。这是剩下的2份的粉浆，将紫薯粉加入拌匀，然后将预先备好的芋头也加入。稍微拌一拌就可以了。最后再将粉浆匀分成2份。完成后的粉浆，3份白色，2份紫色，共5份。蒸锅内大火预热1锅水，7寸方模内涂一层薄油，底部再垫张烘焙油纸，油面向上。再放入蒸格内热3分钟。我们来准备第1层白色粉浆了，这粉浆容易沉淀，每倒入时记得拌匀，炉调低火，才不烫手。然后再将粉浆慢慢倒入，制作层糕没有时间约束，不要太急促。盖好，中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，炉再次转低火。第2、第3层做法一样，这里就不再重述，我们直接入第4层紫色部分，将紫色粉浆一样拌匀倒入，芋头均匀摊开，再去掉较大气泡。盖好，紫色层稍微比较厚，所以需要中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开盖。为了不让紫色浸透表面白色粉浆，可以用厨房纸巾将紫色层表面沾一沾，不盖锅盖，多蒸个5分钟，糕面水分基本就蒸干了。若蒸锅里水不够，这时候可以添加白色粉浆拌一拌再倒入。这是成品表层，所以尽量将气泡去掉，表面才会光滑。
盖好，这是最后一层，所以需要中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将盖打开，成品放蒸锅上，不需取出，用锅里水热气加速排干膏体表面水分。这是隔了1个晚上的成品，因为受风关系，膏表面有点细纹。如果在膏体冷却后，表面涂一层薄油，因为油有隔风作用，就不会有这问题了。这样就会有点油油了。是的。哇，很漂亮。层次分明，间中还加了点芋头颗粒，真的很吸人眼球。成品软韧 Q 弹，加了芋头，很香，嚼起来 Q 中带绵密，很喜欢。嘟嘟，还可以这样一层一层包着吃，哈哈，开心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还有不明白的部分吗？白色层中火10分钟，紫色层中火15分钟，最后一层中火蒸30分钟。对了，还有不明白的，记得留言提问哦。今天这成品量有点多，嘟嘟你可以多吃，另一盒我就送给邻居老奶奶了。可以，谢谢舅舅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请订阅哦。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煮冬盐酱，再用它炒个冬盐米粉，一点酸酸，也不会太辣，很开胃。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舅舅的视频做起来，相信您一家人都会喜欢。首先，将25克辣椒干清理干净，再清水泡软，60克罗望子膏，用200毫升清水稀释，切一个青柠，取之备用。如果您居住的地方没有这青皮柠檬，那就用一般黄色柠檬好了，没问题。接着搁置一旁备用。再预先备好视频中这些食材，香茅2根，切成小段，方便搅拌器搅拌。20克南姜，一样切细。今天这南姜比较老，很硬，比较难切，味道很足。40克蒜瓣，一样切细。洋葱3个，今天这些个头较小，约120克左右。这洋葱多或少一点都可以，没有太大关系。红辣椒2条，它不辣，这种子可以保留，加一点，成品色泽上比较好看。5片新鲜风干叶，将中间叶梗去掉，不然会有苦味。这风干叶是冬盐酱的灵魂，少了它就成不了事，所以一定要预先备好。这在超市可以买到吗？有的，一般超市或菜市场都有出售。舅舅这个是邻居老奶奶给的。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搅拌器内，再加入泡软后沥干水分的辣椒干，切2个盐碎根部，清洗干净后加入。这也可以用1大匙盐碎粉替代。30克江鱼仔，先去内脏，清洗干净后再加入，最后加入200毫升清水，方便搅拌。干货内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，再将搅细后的辣椒糊倒入，炉开中低火，再拌炒均匀。拌炒约20分钟后，锅内的食材开始散发香气，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100克击碎后的椰糖、青柠汁，这是浸泡后的罗望子膏，用手抓一抓，再过筛加入，将罗望子的种子筛出，
20克鱼露。此时可将炉火稍微调高，再继续拌炒。这过程约20至25分钟左右。此阶段必须不停拌炒，避免底部烧焦。煎中可试个味，再依家人口味调整咸度。舅舅这里就多加了1小匙盐。再一直拌炒至水分收干，颜色变深。一直拌炒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离火了。因为油用的不多，回油后分泌出的油分也不会太多。烹制后的酱料必须完全冷却后才盖上，才能避免水汽回流，造成发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早上舅舅会用它炒个冬盐米粉当早餐，好期待！那我们就明天见。大家早安。取出400克米粉，这是市场上售卖1包的量，用煮至沸腾的水烫软，加入一点点油，用双筷子轻轻的将米粉摊开，再让它浸泡个1分钟左右就好。像这样有点变软后，立马将米粉沥干，将盆里水倒掉，米粉放入盖好，焖个20分钟左右。胡萝卜70克，先切片，再改刀切成丝。青柠檬1个，切成厚片，这是最后摆盘用。红辣椒1条，去籽，一样切成丝。菜心1把，80至100克都行。先将菜叶切细，茎部分先用刀背按一按，这样比较容易煮熟。再切成小段。鱼饼2个，切成片。墨鱼2只，约100克，切成圈。最后是150克鲜虾，这就是所有食材。锅内倒入约2大匙食用油，炉开中火，将鱼饼倒入煸一煸香。在鱼饼表面有点微焦时，再将昨晚上预先备好的冬盐酱倒入，再次炒香。舅舅这里用的是80克，口味比较重或喜欢辣一点的朋友，这冬盐酱可以加至100克。哇，太香了！真的很香。预先备好200毫升清水，加入25克瓶装辣椒酱，25克瓶装番茄酱，再15克蚝油，一起拌匀。厨房新手们可以预先将这调味料备好，这样就不会手忙脚乱。接着倒入一起煮开。胡萝卜丝，在心筋部分，这两食材比较硬，先倒入将它煮软。如果感觉水分有点少，有点稠，这时候还可以加一点水，再加半小匙盐，接着再将鲜虾与墨鱼加入，这是烫过的米粉，先用双筷子摊散开。担心一会炒不开的朋友，可以这时候先剪几刀。接着倒入锅内与其他食材拌匀。米粉倒入后，可将炉调至高火，
这样才会炒出锅气。接着，放走各位一双筷子，像视频中一样，快火、快速的将所有食材拌炒均匀。今天这份量有点多，可供5至6人享用。家里人口不多的朋友，就将所有食材减半，炒起来会比较容易。最后再将菜叶与红辣椒倒入，做最后一次拌炒。在所有食材炒熟后，很美味的冬盐米粉就完成了。希望舅舅今天有将做法完整说清楚，若有舅舅说不清楚的部分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告诉我们。舅舅近距离给大家看看成品，米粉经热水汆烫，口感上更有弹性，加上用筷子拌炒，更能保持米粉完整性，成品一条条分明，很容易夹起，不会稀碎，这是炒米粉基本要求。加一点青柠片与盐碎点缀。如果大家对舅舅食谱有信心，这炒米粉一定要试试看。不好吃的，舅舅一般上不会分享。是有点辣，但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谢谢嘟嘟。剩余的冬盐酱，用个干燥器皿装起，蒸鱼、炒肉、炒饭、炒面都可以，即使直接享用也很美味。您的订阅与分享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感恩大家陪伴，下一支视频再见。